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。今天来一个简单的辣味蒸鸡。今天不用鸡翼，我们用鸡，整只的鸡，一样的好吃。有辣味，辣的油和鸡一起蒸会更香，是一道广东菜系中常见的美食。它结合了鸡肉的鲜嫩和辣味的香醇。来看看如何制作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香菜、生姜、小葱、鸡润肠、腊肠。一条润肠腊肠等同正常腊肠，鸡我不会全用半只就够了。最主要是这两个材料，把刚刚准备的润肠和腊肠放入碗中。腊肠我们用热水泡开一下，可以去除一部分过多的油脂，使腊肠更加清爽，口感更好，使得菜肴更健康，方便等下切之后，因为不会这样难切，而且等一下会好切一点。接着我们来斩鸡，颈部或鸡脚等我都不太喜欢，不要的。接着我们先斩鸡头，接着鸡头和颈部分离，不要鸡头，可以把鸡头给狗狗吃，然后把鸡脚斩掉。凤爪我通常会留下来煲汤，煮起来放在冰箱里煲汤释放，不要浪费，我们要勤俭持家，毕竟不浪费食物是从你我做起，或者可以拿起来蒸也可以。接着我们将它一开为二的，背部有骨头，我们在那里下刀将它一开二就可以了，或者在背部侧边、背骨侧边下刀都可以。对我来说，半只已经够了。接着我们将它分件，这样做可以使鸡肉更容易煮熟，也有利于腌渍和入味。分块后的鸡肉更容易烹饪和享用。胸腿、背、鸡翼、鸡脚，可以准备自己喜欢吃的鸡肉的部分。我这边分7个部分，因为比较方便，因为我懒癌发作，只想一次处理掉。接着我们把喜欢的鸡肉切小块一些。将喜欢的鸡肉切成小块是为了增加食材的表面积。切鸡肉也是有技巧的，正确的切割角度，促使其更容易入味，并且可以确保在蒸煮过程中更均匀的受热，能够增添菜肴的风味和口感。或者骨对骨之间直接切下，而且不费力。好了，把切好的鸡肉放入碗中，看全大都是大小均匀，放置一旁备用。我们把前面浸泡热水的润肠和腊肠拿出来。润肠斜刀切成薄片，就算用热水浸泡过润肠，还是会稍许的硬一些。切成薄片后更容易入味，口感也更加丰富，与鸡肉的质地和味道相互融合，提升整个菜品的口感。接着我们把腊肠切成斜刀薄片，其实操作是和润肠一样，以此类推的斜刀切成薄片，有助于在整个菜品中更均匀的分布，每一口都能够品尝到腊肠的香味和味道，以提升菜品的口感和美味。虽然重复的是很烦闷，但为了自己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好了，切好放入碗中备用，已完成一小部分的配料。看看腊肠油亮的，顺便把润肠放入碗中。再来准备小葱，小葱切开，葱白和葱叶分开，葱白切断，方便等下爆香，并且方便炒香步骤的进行。它常用于中式菜肴的烹饪中。好了，切好放入碗中备用。把刚刚剩的葱叶切成葱花，切多一些作为备用，多切一些无碍。好了，切好放入碗中备用，可以为菜增添了独特的风味。再接着香菜，去掉根，再切幼小段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香菜，可以选择是否需要香菜。香菜具有淡淡的香气和微妙的调味，常用于各种调味和装饰，增加色彩和口感。好了，切好放入碗中备用。这些配料基本完成了。准备生姜，把生姜拍一拍，拍成姜蓉，常被用作调味料，可以增添菜肴的香味和味道，味道也是很重要。如果我们觉得还不够幼，就剁碎一些，等下与肉混合浓郁的香味。好了，切好放入碗中备用。好了，把刚刚剁好的鸡肉放入大碗，接着我们来腌制鸡肉。现在加入1勺生抽，如果鸡肉就多加1勺。接着加入1勺蚝油，加入刚刚切碎的姜蓉，加入后我们使劲抓拌，使其入味，加入一丢丢糖，最后我们加一点麻油，搅拌好。分量及步骤我写在视频后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加少葱，我们确保食材和调料每一部分都被充分混合。
抓拌均匀后就把它铺平。倒入后，大家记得用筷子调整铺平。鸡肉铺平之后，就把腊肠摆上鸡肉上。为了美观，我就摆在一边，且容易拿与放。接着把斜刀切的润肠放入鸡肉上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准备蒸锅，把铺平的鸡放入蒸锅中。蒸鸡是很快又方便，准备盖上盖子，只需要蒸10分钟就可以了。火力足够，大火蒸10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肉多或者是火不够大，就需要多15分钟就可以了。当然在中途可以看看一下，检查完后继续拿去蒸。大火蒸了10分钟，中至大火。蒸完了，打开盖子，取出来，放在桌上，然后撒上葱花，就可以吃了。很滑的，而且容易操作，放工后也可以做。大家可以试试这个蒸鸡，加成本也不用30元，这样就一餐了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希望大家喜欢简单的腊肠蒸鸡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